快跑快一点！下！累。爹爹，我走累了，想吃大碗啊！哎，爹爹，再快一点！哎，小奈，你抓紧喽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起我爹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爹就这样扛着我，走过这牌坊的。早就对令尊有所耳闻。大明至末五杰之首，八爷之子，徽墨新秀之名，实至名归。可惜啊，我爹走得太早了。那咱们同病相怜，我爹走的也早。你说当年，你爹也像你一样，越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越要挑战一番。那当年你爹也像你这般乐于助人吗？情太漫过世界雨，你我主导消波了吹意。窗棂悬着去年枝，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。夜色绕亮袅袅，咱们就到这儿坐着歇一下。细数又是天间的游戏。你却结束这年，在这休息一下。又把恨悄然蜿蜒成溪。刚才你在前面，你手是不是划伤了？没事。要是有胭脂墨就好了。什么墨？胭脂墨。哦，就是一种药墨，抹在伤口上可以消肿止血的。不过这胭脂墨，即便是在徽州也是不常见的，是我小的时候贪玩，每次出去以后回来都弄一身伤，我爹爹为了我特意研制出来的。不过这最后一块胭脂墨也被我送人了。送谁了？一个小男孩，是有一年的中秋节，我碰到那个小男孩的。他当时被一个人欺负，我上去帮了他。后来他就跟着我一起去摸秋，还受伤了。然后我就把他带回了我家，用胭脂墨给他治伤，最后还把胭脂墨送给了他。一个小男孩被人欺负了，你救了他。嗯，他够怂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刚认识的男孩就带回家中，合适吗？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他那个时候才这么一点儿，他又不会伤害我。再说了，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。朋友？嗯，朋友。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。我当时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个头比我矮一截儿，整个脸是圆圆的，眼睛也是圆圆的，还梳了2个小揪揪，别提有多可爱了。要是你见到他，肯定也会喜欢的。嗯，也许。不过，很快他爹就把他接回家了。再后来，他们家就出了事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。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的话，那就祝福他。不过他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惦记着他。他若在人间，想必也会甚是欣慰的。
走了半天，饿了吧？哎，给石头果，吃饱了也能暖和一些。你一个外乡人，怎么知道我们本地人出行会带石头果作为干粮的？我这叫做入乡随俗。其实我爹之前在徽州做生意，深爱徽州美食，家中的厨子也是从徽州带回去的。这师傅呢，就总做石头果，所以也给我经常讲石头果的风俗。你果然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啊，连厨子专门都请的是徽州厨子。那你其他家人呢？如今他们还在家乡吗？别不太平，家中遭遇悍匪，除了我以外，家人全都死于悍匪手中，只有我侥幸逃脱。对不住啊，我不知道你的身世如此坎坷。这些都是过去式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以前呢，我的确算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但是现在，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，打拼出一番产业来。靠自己的双手，那才是真本事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继续赶路吧，山里也冷了。好，走。走。走。两位请进。东土先生，晚辈李真，此次前来特邀您为我李家新出的七烟古墨试墨。这个陈三爷向来不轻易开口，看来两位小友是深得其心呐。近来齐云山中春寒未过，我刚沏了壶热茶，你们喝点儿，驱寒吧。有劳东土先生。二位小友一路寻来，这路不好走吧？路虽难行，但这一路上云海齐松，山水空明，如入画境。这齐云山不愧是钟灵毓秀的道教神山啊！齐东家，老夫在此地见了这座画室，你可知为何？那戚某就斗胆一猜，刚刚戚某观察到，先生的画作中，无论是山景还是河景，皆有松树，难不成和此处的松景有关？不错，老夫这一生啊，独爱松树，可今时这徽州的松林呐，是一年比一年稀疏，唯有退避此地，才能得到这块心仪之所。松林稀疏是因为徽州墨业兴盛吧？东土先生，我曾听我爷爷说过，这之前想寻千年松材，俯拾皆是，可如今墨客们想寻百年松材，都要往深山里面去找了。青挺挺的松树，把它砍了，做成了一块墨，交到我这种人手里，去画那些个消失的松景，真是可笑、可叹、可悲啊！松是徽州之魂，也是墨业之基。若是无人栽松，后人便无松可用，无松可赏。
东图先生，我以茶代酒，向您保证，日后我必定会年年种松，为徽州，为莫野，为东图先生，也是为后人。那就加戚某一个，追随甄姑娘，为徽州的莫野和徽州的松林献一份力。好，既然你们有此诚心，那老夫何时下山，就拜托两位小友了。回来了。甄姑娘去哪儿？我自然是回家喽。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是有些用处的嘛。这一次谢谢你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哦。你的包袱。我走了。告辞。疼吗？不疼，一点样不疼。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。朋友。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，过得怎么样。或许他人已经不在了吧。